这车很实用，在农村。你看也不太高，1.6米左右，我估计非常适用，可以坐2个人前面。对呀，可以遮风挡雨啊，不错。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真的我的脑洞大开。如果是把这种车运到德国去，我相信啊，绝对有市场。我们这里的你看风景还是不错的背景啊，对吧？我现在一边走一边拍一下啊，在田间，这路还是不错的。我是第一次这样拍，用这个大疆的口袋机拍的，可能画面有点抖动。我们这里的农村的景色怎么样？国庆黄金周啊，你看一个人都没有在外面，岁月静好。大家看嘛，我今天买了一副这个太阳眼镜，是变色的啊。有太阳的地方它会变色，然后没有太阳的地方它就又恢复成无色。在拼多多上买的，我发现在中国啊，在拼多多可以买很多非常实惠的东西。这并不是什么特别什么品牌啊，就是没有品牌的产品。但是大家知道吧，像这样一副功能可以说完美的这个眼镜，多少钱你们知道吗？包邮啊，8块多人民币，9块都不到。有的时候我想啊，这中国这东西真是太便宜了，太便宜太便宜了。哎呀，便宜的不可想象。回头。刚才我就是骑着这电瓶车出来的，大家看那是背景啊，对吧？就是我刚才拍的背景。像这种车真的太方便了，在农村，因为我在中国没有驾照，而这个车呢是不用驾照的，所以我就经常骑着它跑来跑去的，非常的方便。然后呢，我看见在这厂房这里啊，有这个老头乐，这是农村人特别喜欢用的。我们看看这个老头乐，在农村特别适合，因为它可以放很多的工具啊。然后前面呢还可以坐2个人，其实一般是比如说老公开的话，老婆坐在旁边，或者如果老婆开的话，老公坐在旁边，其实特别的那个实用。这是电动的啊，朋友们，特别是台湾的朋友们，你们可能不知道，像这种大陆的东西啊都是电动的，那个电池就放在这个里面。这种老头乐特别的适用，在我们大陆这边。飞肯这个牌子，广州出的可能啊，你看对吧？后面就是那个山的景色。我们看看它放了什么，放了一个桶，然后呢放了一个袋子，这里有我们这里叫什么？这个工具叫什么？我们这里本地叫刮子。新能源车。等一下呢，我往回骑了啊，那就是我家在那天际线某个地方，这离我家大概2公里。这稻谷呢已经收过了，应该是早稻的时候吧。那个人骑过来了，现在这里面有几家人，不多，一个小小的村子，就几家人，也可以骑着进去看看。这个村子其实我从来没有来过，每次都是经过这里，就这几家人啊，然后在山脚下，他们的居住环境也挺好的。你看有个院子，有车，现在农村的家里一般都有车，有1辆车一般啊。这又有一户人家，那里又有一户人家，好像这个村你看就到头了。刚才掉头了，又出去了。这个路也挺好的，野芭蕉。我今天呢，其实想给大家讲一个话题，就是我突然脑洞大开啊。像刚才这种老头乐，大家看见了吧，对吧？我们这里其实很多家庭都有，这种也不贵。
在农村特别适合。右边这里，我们这里叫马蹄，是一种根茎植物，可以吃的啊。这里左右两边有这个玉米，然后人家说这个山叫笔架山，它是有3个山一起的，其实组成那个山那个字。然后呢，这里种了很多的水稻，差不多熟了。现在农村很多呢都种一季了，不种2季了，一般是自己吃，自给自足。我们这里可以种2季，早晚2季。然后呢，现在农村好多人就种1季叫中稻，这样就可以了，够吃够用。这也差不多熟了，这稻子。过了这之后呢，就是柑橘了啊，这里种柑橘的比较多。这右边呢是柿子，然后又到这柑橘了。这里没人种了，现在。这也是菜园。总体来说，现在农村的人好像不是特别多。你看这果园也是人家不管理了，因为现在产出太低，不值得，宁可出去打工。那家人。还有我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以前我在德国的时候，我发现我以为是非常高科技的东西，是什么呢？我停下来跟大家说说吧。我先把我的车停下啊。你看，我把我的车停在这，再给大家看看背景，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其实我不知道那个学名叫什么。然后我们看遥控电动单轨运输机，还有专利号，是浙江省台州市生产的哦。这个东西我原来90年代我到德国留学的时候，我在他们的葡萄园，就葡萄酒那种葡萄园，一般它是那个山上的葡萄是有坡度的，我就看到这个东西。90年代的时候我在德国看见，我以为特别高级，是种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啊。哪知道大概是几年前吧，3、4年前回来，我就发现就是我们这里一个小村子呢，这里现在也安装了这个东西。而且不止一处啊，在我们村也有个地方也有人安装了。它相当于一个导轨，然后呢，这里它本身的动力可能也在这里的。然后呢，它是平的啊，可以放很多的那个重物在这里。最大承载高度是60公分，然后最大载重量是220公斤，就是大大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所以这东西还是挺好的。听说呢，这是政府有补贴的，安装这个东西。所以这么看来，其实中国像这种小农具的普及程度其实还挺高的，而且速度呢非常的快。所以呢，很多东西啊，我们在感叹国外的时候，其实我们国内已经悄悄地赶上来了。而且我发现这个东西还是挺先进的，比我当时在德国看见的更先进。因为当时在德国我没有看见这个东西在那个地方，我只看见这个导轨，然后在德国电视上面看见它是怎么运行的。好像在德国那种它是有齿轮的，德国的它是山地，它是有齿轮的。我估计它工作原理也差不多。这个估计它是有个什么无极电机之类在这里，对吧？这就是我的车在这后面那个山。哦，对，现在大概看得出来是3个山峰了啊，1、2、3，对吧？这里叫笔架山。如果到中间的时候，看的就像一个山，那个汉字那个山的形状，对不对？现在都是农民盖的房子啊，很高大，但是没有很多的美感。像这个就非常的高大，有3层，还没有装修好。那里有一家别墅，也不错。然后这里有稻田，你看，左边已经收割了，右边刚刚要熟了。
又有人在盖房子这里。哎，老头乐来了，你看，老头乐来了。前面又有老头乐，这里你看这个老头乐怎么样？再看另外一辆，这里又有一辆老头乐，这里叫高端电动篷车，在村里的不知道可不可以试驾一下，还挺大的哦，我估计要1万块钱左右这个东西吧，我估计啊，看里面，看看怎么样？这个车不错，这个车大概多少钱？你知道吗？5、6千不止吧？才5、6千啊？新的才5、6千啊？哦，你看。这车很实用，在农村。你看也不太高，1.6米左右，我估计可以坐2个人前面。啊？对呀，可以遮风挡雨啊，不错。看看我们看里面，这是比较旧的一辆车了啊。比较旧的，这里有个风扇，然后这里有个天窗。这有个镜子，后视镜。我估计这辆买新的，可能最低要6、7千块钱，可能对吧？啊，7、8千。新的时候7、8千，新的7、8千。他们告诉我，这家人呢也有一辆老头乐，我们看看这辆还真不错，从外形呢看去非常的漂亮。他家有3辆车，2辆这个电动的助力车，然后还有这个老头乐，真的非常好看。在充电，没有人，所以我不好问啊。我们拍拍内饰看看。里面到底怎么样？后面可以坐2个人，有天窗，也有天窗，对吧？有后视镜什么之类的。前面还有块显示屏，挺高级的。前面这里司机这里可以坐1个人，我觉得这一辆可能也要7、8千块钱吧，在我们中国大陆这边。你看农村真的很多老头乐，也有这种汽车，河堤也搞得不错。现在，可惜啊，现在这里的水特别浑。刚才啊，我知道了，为什么那么浑？因为我们这里啊，那个上游在修新的高速公路，在施工，所以这河流它好像要架桥吧，要截断一些，所以现在正在施工，就变成了这样的河水的颜色。这是刚才我们前面看那个笔架山当中的2座山头，前面那里也是有新的高速公路经过。这个山里面要打一个隧道，高速公路的隧道要打通它。这又有一个老头乐过来。你会说普通话吧？会说普通话吧？啊，因为刚才我在路边看见这个车很漂亮啊，这汉语也可以叫老头乐，对吧？你说花多少钱这个？我们去年是买1万1。哦，去年买了1万1。
今年可能便宜点啊，是吧？今年11000块钱。它那个续航有多久，你知道吗？我给你那个算。有80公里。40公里吧。哦，40公里。哦，如果是想续航多一点，就是那个电池要大一些，对吧？因为我在网上看了有80公里的，要13000块钱左右。它那显示屏怎么样？好看吗？因为我看那显示屏很高级的样子啊。哦，好的，谢谢。这40公里续航我觉得有点少啊，不过也那个，因为它的价格在那里1万块钱左右。现在又看见一辆老头乐在这里，所以我想给大家拍一拍啊。你看，它有这雨棚，对吧？遮风挡雨不错，这三个轮子的。里面可以放工具，它的那个工具箱挺大的，然后还可以把这什么把它再放下来，然后把它全部遮挡，可能这样吧。看看前面有个挡风玻璃，这稍微简陋一点，这个简陋的版本。前面最多可以坐2个人。你看，还有 LED 灯呢。遮风挡雨也不错，在农村很适用。这电瓶啊，在里面有减震的啊，很适用在农村。后面也是山。这个人在钓鱼，我看见了，所以我等一下跟他说说。我估计呢是这个车主，这个人。他在钓鱼，不知道是单位上班的还是农民呢，就怕他没有空跟我说。你这车买了多少年了？刚才这个车2年了。2年？买的时候大概续航有70、80，对吧？5、60。买的时候是多少钱？要7、8千吗？5000块很便宜啊。他说可能5000块，那5000块很便宜了。好，谢谢。我们走。这是我最喜欢的我们村的一个景色之一啊，因为它的山呀特别漂亮，后面呢还有这个芭蕉园等等，还有这里有人种了水稻。我就开慢一点，现在啊，对吧？后面我右边这里呢，有人种了水稻。好，我们往回吧，回家。这里右边这里的那个杆子啊，橙子挺大个的。这农村这路啊，应该是10几年前修的吧？后来前几年又铺了一次，现在是柏油了，原来是水泥的。今天真的我的脑洞大开，从前面的素材咱们看到啊，在农村这种老头乐，新的便宜的大概是6000人民币，它的续航大概40公里，顶配大概13000人民币，大概是80公里左右续航。6000人民币大概不到欧元，800欧元；13000人民币不到欧元，1800欧元。像这个价格在德国，好像送人一样，白送一样。如果是把这种车运到德国去，那这个销量到底怎么样？有没有市场呢？我相信啊，绝对有市场，而且市场非常的大。为什么呢？德国现在很多人其实想买电动车，但是价格太贵了，然后电费呢也特别的高。如果像这种老头乐，可以自己在家弄一个接线盒就可以充电了。那像特别农村地区，平时在村里啊买个面包呀，或者到附近的超市去买点东西，或者在附近上班，来回一趟大概15公里的距离，来回一趟就30公里，买最便宜的也可以一趟来回。像这种是非常实惠的啊，要比买那个电动汽车要实惠得多。在中国这种老头乐，6000人民币的，
在德国，我觉得5000欧元绝对有市场，5000也是很便宜的了。5000相当于人民币呢4万块钱，而在中国6000人民币，你看这个价格差有多大？还有，如果是在国内，像这种特别漂亮的13000块钱顶配啊，续航80公里，我觉得在德国能够卖8000到1万欧元左右，当地的市场价。也就是说，折合人民币呢，大概最贵可以卖8万块钱，而在中国是13000块钱。你看这价格差有多大？理想是啊，能够拿到德国去卖，而且它价格可以卖很高。但是由于它的技术壁垒特别的高，或者说它的法律条款特别多，你要满足德国上路的要求，我估计呢要花出的代价不小。否则，如果谁都可以上牌、可以上路的话，我相信呢很多人都做这个生意了。目前为什么几乎没有人做，或者没有人做呢？我估计呢要满足上路的要求，可能要付出的成本很高。我相信呢，不仅是我一个人有这个想法，我估计呢，很多在德国人或者在中国的很多厂家，他也有这个想法，能够出口到德国、到欧盟就不错了。那为什么现在没有实施呢？就是前面我说的，估计这技术要求太高。即使我想从中国买一辆车，然后呢进口到德国去，可能报关也有问题，可能上路也有问题，所以呢，相当于买了一堆废铁。所以呢，有心的朋友啊，或者厂家，我建议呢，你们找一个德国的人，找我也可以，找人家也可以，找一个德国的人，把德国或是欧盟的技术要求把它弄清楚，看看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够在德国能够上牌。上牌之后，那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当然还有后续的技术方面的服务啊，这也非常的重要，还有零部件等等。所以呢，并不是说你出口一辆车到德国就完事了，还有后续一系列的事情。如果弄清楚了这些，我相信呢，在德国、在欧洲大有可为。相对于买一辆电动汽车，动不动就25000到3万欧元的价格，它这里啊，如果在德国像这种5000到1万欧元，价格相当的优惠。其实啊，像这种老头乐，它的功能特别多，既可以装货，也可以装人，它的价格也要比一辆电动汽车价格相差很多。像这种老头乐，对标电动汽车，可能要25000欧元左右，当然是不在一个档次啊。我就是说，它的功能几乎是相同的，但是价格相差5倍。所以呢，这个市场真的是大有可为啊，朋友们或者中国的老板们，你们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啊，把中国好的产品真的可以推销到全世界各地去，包括欧盟，因为欧盟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这个需求量非常的大。特别在南欧地区，它的气候也适合，对吧？然后他们当地人的收入也非常的适合，相对于德国还有北欧国家来说，他们在南欧的收入可能只有德国的1半，或者只有那个德国的60%。他们的消费水平决定了这种东西在当地，在欧洲有非常大的市场。我相信啊，现在在欧洲肯定有本土的厂家或者商人，他也想做这个生意。我相信啊，如果是把这种有意从中国进口这种老头乐的德国或者本土的或者欧洲本土的人或者公司，以及与中国的厂商把它强联合起来，把这资源整合起来，这个生意大有可为。朋友们，你们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你自己、你们的家庭或者你们的朋友圈有没有这样的资源，有没有这样的意向，把你们的产品推销到欧洲去，把你们的产品质量再提高一些，你们的价格可能提高好几倍呢，对吧？所以这生意啊是大有可为的，这利润的空间也非常的大。相信我，我的眼光应该没错。好吧，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呢，把你们的信息反馈出来，也可以跟我联系。在每期视频啊，所有文字版里面有我的电子邮箱，还有我的微信号码。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